大家好，欢迎来到真朋友真相第2期。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美国著名的右翼网红查理·科克被爆头一案被刺杀了。那么凶手已经到案了那我们就来详细解读一下凶手是谁，是什么背景，以及这件事将如何永久的改变美国那么我们已经知道有很多知名的中文博主对此做了分析但是我在此呢就王婆卖瓜一下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不同一呢是我人在美国第二呢就是我的英文基本上是母语水平大家可以看我频道有一些英文采访当然忽略口音我不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但是呢美国我在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不是华人所谓熟能生巧吧第三呢就是我在美国政界呢还有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看我频道的其他节目，所以呢大家不妨花20分钟左右来听一听我的这个视角和解读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美国犹他州呢静谧的校园午后突然炸裂出一声震耳的枪响9月10号的中午呢，著名的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正在犹他谷大学就是 UVU Utah Valley University， 那么在校园内呢举行一场露天的问答会现场大约来了3000人那科克呢坐在台上回答学生的提问话题辩论激烈但是呢按部就班现场也是井然有序。然而呢，就在他与一名学生就美国枪击案和跨性别者的问题唇枪舌剑之际一记刺耳的枪声骤然响起那么科克话音未落呢，颈脖中弹他猛地捂向自己的颈部血液喷涌而出我看了那个现场的视频非常的震撼大家要谨慎观看那么他整个人就从椅子上栽倒在地了因为他这个颈部明显是狙击嘛，那颈部中弹，脊椎会瞬间断裂那整个人就身体就失去控制了。那么台下瞬间大乱尖叫声四起，人群四散奔逃。那么有人惊恐地发现科克的这个颈侧鲜血喷涌，子弹正中要害。这位年仅31岁的右翼青年领袖被紧急送医救治，但因失血过多不幸身亡。我看了很多包括那个福克斯电视台他们有这个追踪报道，基本上颈部远程中弹的话就是这狙击的这种中弹抢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短短几秒钟欢呼的校园就变成了惊恐的惨剧现场，一场政治刺杀就此震撼登场。很遗憾的是，科克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都在现场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切陷入了彻底的崩溃，可能会留下终身的阴影那么枪声炸响时呢，很多人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那保安和警员立即冲向科克倒地的讲台，但四下张望却找不到枪手的踪影。原来致命的一击是来自远处一栋校园建筑的屋顶。那事后的勘查显示呢，枪手潜伏在距离演讲区域约100至200码大约90到180米之外的这个洛西中心这个顶楼。那么它不是顶楼，是楼顶那么从俯瞰的广场的高处呢，开出了唯一的一枪一枪毙命。那么这样居高临下的狙击位置令在场的安保猝不及防。随着科克的这个中枪倒地呢，现场安保人员立即组织人群疏散6名校警和科克的私人安保团队成员开始四处的搜寻枪手的踪迹。那校园很快进入了封锁，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警笛声回荡着山谷。然而呢，由于枪手远距离开火后迅速撤离，那警方起初呢是一无所获直到案发后不久呢，那侦查人员在校园北侧的一片林地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一只用深色毛巾包裹的毛毯包裹了一个这个毛色煽动步枪，毛色的栓动步枪那么还有几枚子弹壳。那么经过鉴定，这正是杀害科克的凶器，一支老式的德国制的这个毛色30-06就是.30的06口径的这个步枪。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枪身和弹壳的子弹壳上面呢，遗留子弹壳上都刮上了古怪的文字和符号有一枚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嘿法西斯接招这个嘿 fascist 那个嘿 fascist 然后catch， 那么并附带了一些箭头符号。而另一枚子弹壳刻着意大利这个抗敌的名曲这个贝拉再见这是朋友再见的这个歌词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尤其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观众就是那个
贝勒超，贝勒超，贝勒超超超啊，就是这首歌啊。大家如果看那个La Casa de Papel， 就是那个纸钞屋啊，这个 Netflix 一个著名的电视剧，那么也会经常听到啊，这是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他还就刻了这个 Bella Ciao 啊。那么还有一枚未激发的弹壳刻着 If you read this, you are gay, LMAO 啊，就是你看到这行字，你就是同性恋啊，笑死了。那么这样这个嘲弄戏谑的刻字啊，那这些刻字呢，充斥着反法西斯意识形态和网络迷因般的黑色幽默，仿佛向科克以及世人传递着某种极端的讯号，但是呢，又令人难以理解。那这个犹他州的州长呢，斯宾塞考克斯痛斥道：“这明显是一场政治暗杀。”那从遗留的步枪和周边的线索看呢，警方初步勾勒出了枪手的行凶及逃逸路线。那监控录像显示啊，当天上午11点52分左右，嫌疑人曾出现在校园附近。他驾驶了一辆灰色的道奇的这个 Challenger 轿车，抵达了这个UAU， 就是犹他谷大学。那身穿的是暗红色的这个 T 恤和浅色的短裤啊，那头戴黑色的鸭舌帽。他很可能事先就已经将武器藏匿于校园内的某处。有一条这个短信记录显示，他曾提及需要取回藏好的步枪啊。那中午时分呢，这名身影鬼祟的这个年轻男子出现在洛西中心教学楼内，随后摸上了楼顶，他换上了一身深色的衣裤，以藏匿在高处啊，颜色不容易辨别。那科克的这个露天讲座进行到就是当地时间12点10分左右的时候呢，枪手扣下了扳机，实施了精准的狙击，一发就中弹啊，也就是一枪毙命。那么一枪得手后呢，监控画面捕捉到他迅速的从楼顶另一侧跳下啊，这个当时 FBI 给大家都做了现场直播啊，这个播放了当时的影像。那么沿着屋檐攀爬，然后跳下逃跑。他飞奔着离开校园，钻进了附近社区的小树林。不久后呢，弃枪弃弹逃之夭夭。整个作案过程呢，干脆利索，令人不寒而栗啊！就其实这个行动还是蛮专业的。那震惊之余呢，执法部门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追击行动，警方封锁了现场，调来了警犬搜寻枪手的踪迹。FBI 的探员啊，以及当地的警力都连夜调取周边的海量的这个监控视频试图拼凑嫌犯的逃跑路线。然而呢，当天下午到傍晚呢，一度有传言称这个警方抓到了嫌疑人啊。我们之前频道其他的那个节目杂谈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证明这个不是真的啊。那么很快的被证实只是误捕这个人宣称自己是嫌疑人但是其实是一个无关人员。那真正的凶手仍然在逃亡中，空气中呢自然就弥漫着紧张与焦灼的味道那么时间1分1秒过去，这起公然发生在高校校园的这个暗杀令全美哗然那9月11号清晨警方公开了几张模糊的监控截图，一名身穿黑衣、头戴帽子和墨镜的年轻男子被列为关键的嫌疑人那么联邦调查局也介入了调查，悬赏最高10万美元征集枪手的线索。那随着嫌犯的影像在各大媒体播出呢，全美国的民众都在密切的关注这场追捕的进展。那9月11号当晚那这个犹他州的州长考克斯在电视镜头前恳切地呼吁公众提供任何可能的线索。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之际呢，转机突然出现9月11号深夜，嫌疑人的父亲在社交媒体上无意间看到了警方公布的照片，照片里那张隐藏在墨镜与帽檐阴影下的侧脸令他不寒而栗。他几乎立刻就认出这是自己22岁的儿子这个泰勒·罗宾逊 Tyler Robinson。 那么震惊之余呢，这位父亲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是却正义的决定，他说服了儿子向警方自首。那一开始呢，这个罗宾逊是顽固拒绝的但是在父亲的再三规劝和一位兼任联邦法警的教会牧师的这个介入下就共同的规劝下呢，他终于点头同意自首。那9月12号凌晨，当执法人员奔赴这个南犹他州就圣乔治市罗宾逊的家中时，这位潜逃了大约33小时的嫌犯束手就擒。那州长考克斯在记者会上松了一口气，宣布：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抓到他了。那至此呢，这场全美国都瞩目的惊心动魄的追捕以和平的方式落幕了那么凶手落网时身上穿的衣服正是监控中他犯案时所穿的那一套。那警方呢当场逮捕了罗宾逊，并以谋杀武器和妨碍司法等重罪对其立即立案拘押。那枪手这个泰勒·罗宾逊到底是何许人也呢？这全美国都非常好奇我之前的节目也做出了一些猜测看来都不是很准确那么随着他的身份曝光呢，
那关于他的这个背景和动机，也渐渐的浮出水面。那罗宾逊呢，今年是22岁啊，家住在犹他州南部这个圣乔治市的一个郊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啊。他原本呢是前途看好啊，高中成绩优异，曾于2021年考入犹他州立大学，并获得一项颇具声望的奖学金。但是呢，他在大学仅读了1个学期就辍学离开了。如今呢，就读于家乡附近的一所技术学院啊，就是电工培训项目，靠学徒那个工作为生啊，他就不读大学了，改当技工了。当然，这美国的技工收入也是很不错的啊。那警方调查发现呢，罗宾逊没有任何犯罪的前科，平常呢也鲜见这个出格的行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儿。那然而呢，他的内心世界在近些年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据家人回忆，他近2-3年来啊，这个罗宾逊呢变得越发的狂热的关注政治啊，对极端思想的兴趣日益增加。尤其在案发前不久的日子里啊，他常在家庭聚餐时大谈对当今政治人物的不满。那么，尤其是这个9月初的一次晚餐啊，距离这个案发时间很近啊。罗宾逊听闻查理·科克要来犹他州演讲，情绪变得异常的激动啊，这是他家人的反馈啊。那么他当场对家人宣称自己痛恨科克的所作所为，认为科克充满仇恨，而且在散播仇恨。那这一反应呢，当时并没有引起家人过多的警惕啊，没想到却成了日后惨案的伏笔。罗宾逊的室友呢，也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这个聊天软件 Discord 上面呢。这个罗宾逊曾半开玩笑的炫耀啊，自己准备了一支步枪，刻了字的子弹，还提到要把这个步枪藏在某处。这些聊天记录与案发后发现的细节高度吻合，成为指认他作案的重要的证据。令人唏嘘的是，就在落网前几个小时，罗宾逊面对父亲的质问，已经默认了自己的罪行。他对家人暗示，刺杀这个科克的刺客正是他自己。可以说呢，罗宾逊最终是被自己的良知啊，还有亲情劝降了。那同事和邻居听闻真相后无不震惊啊！谁没想到这位貌不惊人啊、不太引人注意的这个邻居和年轻人，居然会策划如此极端的暗杀行动啊！其实美国有很多的这种刺客啊，都是这样的背景啊。就是我们总结了，就我最近不是还去过这个达拉斯啊，然后去看这个肯尼迪遇刺的地方啊，那个路面上有一个 X 型啊，就是那个白色的 X 标记，就是当年肯尼迪遇刺的地方。所以美国的这种政治暗杀啊，往往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复杂的背景啊，可能都是一些非常随机的事件。好，那么这个动机方面呢，虽然罗宾逊尚未正式交代啊，但是已有诸多的迹象指向了政治仇恨啊。那执法部门透露呢，罗宾逊对科克及其标榜的保守立场怀有强烈的憎恶啊。那查理·科克生前呢，以极右翼的保守观点著称啊，反对跨性别运动，抨击左翼的理念，是美国前总统啊，包括现任的总统啊2届啊，这个特朗普，那么亲密的盟友，以及美国最大的青年右翼组织啊，美国转折点啊 U.S. Turning Point 这个创办人，而且他18岁就创办了这个组织啊。他在大学校园巡回演讲中啊，常常语出惊人，而引发激烈的争议。而罗宾逊呢，恰恰深陷于网上的激进亚文化啊，据称他认同反法西斯啊，就是 Antifa 那等左翼激进的思想。他在范恩姆西下刻下的那些话，就充分暴露了他的这个思想的倾向啊。所谓法西斯，正是极左人士对科克这类右翼人物的贬称。那么这个 Bella Ciao 是反法西斯者耳熟能详的抗议歌曲。可以推测罗宾逊出于对科克及其政治言论的仇恨，走上了以极端方式消灭意见者的这种不归之路啊。那州长考克斯就透露说，警方呢在嫌犯丢弃的枪支中发现了刻字子弹和高倍的狙击镜啊，他用了一个专业的设备。那么罗宾逊显然是有备而来，精心策划，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整个刺杀的过程，没有证据显示他有同伙。这一切令美国社会陷入了深深的反思。究竟是怎样的仇恨促使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位素不相识的公众人物举起了枪？这样的极端的政治暴力是否正从网络走向现实，撕裂着民主社会的底线？应该讲这个查理·科克遇刺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舆论一片震惊啊，这个朝野各界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是纷纷表态谴责空前的一致啊。这一点倒是完全没有撕裂啊，但是呢，网上呢有很多，特别是中文的大 V 我觉得他们不够尊重生命啊，所以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还有人删帖了，我觉得是应该的。那么总统特朗普怒斥这是一场
黑暗至极的这个谋杀啊，就是至暗时刻。那么他下令全国降半旗4天啊，以悼念这个科克啊。之前上一次降半旗是降到8月31号，也是为了纪念这个明尼苏达州这个教会学校的枪击案啊。有2位8岁和12岁的孩童遇难，非常惨烈啊。那么特朗普在白宫发表的视频演说中呢，哀悼他的挚友科克，称其为爱国的英雄，并愤怒地抨击美国左翼长期以来对科克之流的妖魔化仇恨言论，最终酿成了此次恐怖的谋杀。他严厉警告，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当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将像查理这样的爱国者比作纳粹和恶魔时，暴力和谋杀就是这样卑劣的仇恨煽动的悲剧的后果。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特朗普也呼吁全美要停止对政见不同者的仇恨言语，并承诺将追授科克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贡献。与此同时呢，民主党的领袖也纷纷站出来表明立场前总统拜登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此类暴力在我们的国家没有立足之地，必须立刻停止。他与妻子正在为科克的家人祈祷。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这个也是上届的这个总统竞选人也表达了其对发生在大学校园的政治暴力表示深感不安，呼吁各方共同努力阻止事态的升级。可以说，无论左翼还是右翼这起震惊全国的这个公开暗杀事件，零容忍和强烈谴责是少有的一致的共识。两党政要在分歧巨大的当下难得的站在了同一战线，一致痛斥这种极端的仇恨犯罪对于民主的破坏。那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也是著名的右翼这个共和党人这个罗恩·德桑蒂斯更是直言，凶手应该被判处死刑，绝不能容忍这类暴行旷日持久的拖延审判。美国社会在悲痛之余，也感受到一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本来就已经高度撕裂的政治环境，会不会因这一次事件而进一步的走向对抗和暴力升级呢？甚至有人已经预言美国是不是要发生第2次内战那么在科克遇刺后的几天里面呢，全美的各个媒体和民众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包括我们斯坦福有一个这个讨论小组这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关心这个事情。那许多人担心呢，这起骇人听闻的刺杀案将对美国的社会、政治和舆论生态产生深远的不可逆的影响。首先，在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方面包括我最近看到网络上还有一个在中国的这个美国的网红他也说到美国的言论自由可能要以另一种形态终止了他说的就是美国你不怕 FBI 上门但是呢你怕的是这个政治谋杀大学校园首当其冲的受到冲击。查理·科克是在校园公开表达观点时遭到杀害的，这在现代美国史上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惨剧，通常都是一些更加政治化的场合和活动。所以呢，他让高等教育界如坠冰窟如履薄冰。各大学纷纷加强校园的安保，一些原定的这个有争议的人物的演讲活动都纷纷的延期或者取消。据美联社的报道，不少观察人士将此事视为校园言论环境的转折点。高校今后或许会因为安全顾虑更加犹豫是否邀请有争议的演讲者，或者将活动移到更容易安全检测的室内的场所。长期以来美国大学一直努力保障言论自由和维护校园安全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那近年来呢，从右翼言论到巴以冲突等这个敏感的议题都在校园引发了激烈的抗议。一些学生以惊声，就是喊叫、阻挠上课对待这个犹太学生这些方式对付他们反对的这个演讲者，导致高校的言论自由备受挑战。而科克之死呢，无疑让这种紧张局势雪上加霜。支持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忧心忡忡，担心学校出于畏惧，今后更加自我审查，使校园变成思想的沙漠。连生前对科克不以为然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此刻也承认，他敢于在充满敌意的校园坚持公开辩论，本身是捍卫言论自由的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勇气那美国笔会等等组织都呼吁大家，这个各大学的领导和政界人士都要联合起来，再次强调维护校园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能让暴力谋杀变成了压制观点的工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学者评论道，科克的巡回辩论在一定程度上给校园带来了一股新风，他让不同观点的人士有机会大规模的对话，直接的对话，这个也就我觉得非常值得鼓励的。不管他的观点你多么不认同但是这种对话对于这个民主社会它的这个求真务实，对吧？它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担心的恰恰是他的死，科克的死会被政治的利用当作攻击对方的武器。
的确啊，科克之死已经被某些极端声音所裹挟。那么有右翼的评论人员怒斥整个左翼阵营都是血债累累啊，也有左翼激进者幸灾乐祸，发表令人不齿的言论，不尊重生命的言论啊。那么在案发之后呢，2名大学职员因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叫好科克被杀，而被各自学校火速解雇。例如一位高校的行政人员留言：仇恨导致仇恨，一点都不值得同情，立即被校方以不当言论有损机构声誉为由立即开除。那另一名大学研究生啊，在网上嘲笑这消息让我偷笑，也被其实习单位取消资格。这件事情再次说明啊，此次暗杀已经在美国的舆论场引发了激烈的反弹和零容忍啊，任何一方的极端表现都可能招致严厉的后果。他更广泛的说啊，科克的遇刺令整个美国政治气候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个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里面，政治暴力的幽灵正在变得挥之不去。近年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阵营啊，都发生过以暴力对待这个敌人的这个害人的事件啊，从国会棒球场的枪击共和党议员，到众议长佩洛西丈夫遇袭啊，还有包括最近这个明尼苏达州议员被杀啊，那么无不折射出这种极端仇恨正在跨越道德的底线，不断的这个践踏道德的底线啊。那么科克之死标志着这股可怕的趋势再度升级。一名活跃的公众人物啊，就是他被誉为是美国最有权势的10个人之一，在镜头前现场被暗杀，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啊，美国是否正迈入一个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这个恶的螺旋啊？那公众人物会因为害怕极端黑粉而不敢再自由发声。现在的黑粉啊，就是极端的这个仇恨者，是否已经演变为致命的威胁？对任何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直接挥起屠刀啊，就架起这个狙击枪。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出现了危险的寒蝉效应的苗头。一些保守立场的意见领袖开始加强安保，甚至缩减公开的活动。就连普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敏感议题也更加谨慎，生怕招致仇恨报复。许多温和派的人士都忧虑地表示啊，如果政治暴力继续蔓延，最终受害的是整个民主社会的言论空间，是言论自由本身啊。人们因为这个恐惧而自我惊声，理性的对话将无从开展。也有人呼吁不要因噎废食啊。维斯康星州一所大学的校长公开声明，越是在这悲剧的时刻啊，我们越要重申个人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正如科克先生日前啊在我们学校曾经所做的那样。那这番话其实获得了不少共鸣啊！暴力不能成为压制言论的借口，相反，应当激发全社会对于文明对话的更大的珍视啊！那选择暴力的人，摧毁的是所有人汲取知识和意义的可能。一位大学校长如此评价这个科克遇刺事件。查理·科克在自己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中呢，始终以敢言著称啊！他在大学校园高喊“证明我错了”啊！他那个每一次这个辩论的标题基本上都是 “Prove me wrong” 啊，证明我错了。鼓励不同立场的人当面交锋啊，他还到这个英国啊，也是好像在牛津还是剑桥也进行类似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对言论自由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啊。那如此呢，他就在大学校园因言遇害啊，这个不是因言获罪那么简单，是因言遇害啊。那这无疑为美国的政治分歧撕开了新的伤口。科克之死激起的涟漪远未平息，它既有可能引发可怕的对撞。可怕的这个螺旋效应啊，也可能促使人们进一步的警觉，在悬崖边缘愤然止步。这起这个悬疑而悲怆的这个暗杀案，留给大家的是沉重的教训。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里面，枪弹绝不应该成为辩论的终结者啊！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啊！也愿每一个声音都能在没有恐惧的土地上自由的回响。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我们这档节目呢会不定期更新。让我们下期再会吧。